小伙伴们，周五好！最近租房季，相信很多房东朋友们都忙得不可开交，要么在登招租广告，要么在带潜在租客看房，要么在提前整理房子等。说到租客，相信是很多房东朋友们头疼的来由，特别是找到不好的租客，会让整个投资过程变得痛苦不堪，甚至很多人因此放弃了投资房地产。所以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教您5招预防坏租客。在房地产摸爬滚打了10多年，在找租客方面也总结了一些实战经验，不能说做到火眼金睛百发百中，但至今都比较幸运，经过自己的筛选，没有碰到让人特别头疼的租客。好了，让我们直入主题。下面会根据2种不同的情况分析，一个是还可以选择的情况下怎么预防，另外一个是如果没得选择了，还能做什么步骤去预防。小伙伴们耐心看到最后，都是实战经验分享，看完绝对受益。首先第一点，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，特别是新手小伙伴，那就是您是否买对了房型。乍一听，很多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不是分享怎么选择租客吗？怎么提到了房型？千万别小看这一点，因为您买的房子类型往往决定了会吸引到的租客群体。以我亲身的经历为例子，一般独立房找到的租客数值、收入等都会比 Plus 招来的租客要好，因为独立房的租金相对比较高，所以选择独立房的租客一般经济情况会更好，一般他们以往住的也是独立房，所以更懂得照顾打理房子。这次疫情就是一个很好的检验，低收入的家庭往往受到的打击更大，更容易付不起房租。再者，除了经济这个情况，独立房往往只是租给了一个单户家庭，不像 Plus 那样上下楼层的人很容易发生矛盾。很多小伙伴们也许会说， Plus 因为是多户，空置的风险比较低，现金流更好。其实不然，我自己也持有 Plus， 拿着差不多的钱却操更多的心，除非您指的是非常多户的 Plus。当年我去看房的时候，有一栋 Plus 的现金流特别好，房子状况也还行。但是当我上到2楼看房的时候，满屋子的烟味，东西乱七八糟，房客还养着奇怪的宠物，我当下就决定不买了。想着要对付一个这类型的租客，赚的是头疼换来的钱，不值得。所以选对房型至关重要，从第一步就把大部分的坏租客群体挡在了门外。第二点，您是否买对了位置？和第一点同理，每个城市都有好区、相对好区、坏区。如果您一开始就买在了坏区，怎么能期望好的租客会去住？比如有些区域专门是零福利金、低收入人群的聚集地，又比如有些区域犯罪率比较高，有些是学生聚集的区域，有些是普通家庭喜欢住的区域，有些单身白领喜欢的区域。在买投资房前就要大概做好调查，千万不要贪图房子价格低，现金流看起来相对好，让自己陷入头疼中。做房地产应该是一个愉悦的过程，当然做任何事都有风险和头疼的地方，但也是要相对可控的。如果为了挣钱买在这些区域，对付这些超难的租客，一直处于紧张生气的状态，就太不值得了。上面说的2点都是还可以选择的情况下预防的招数，但很多小伙伴从第一步就选错了，已经没有办法重来，那是不是就认之听之，破罐子破摔？当然不是，只要做好下面分享的几招，还是可以把大部分不好的房客筛选掉。那第3招就是，您是否全面的了解了潜在租客的背景？比如从您挂出招租的那一刻起，就应该给他们填一张详细的申请表，里面应该包括租客的基本信息、工作单位、工资、雇主信息、现居住地址、现租金多少、前居住地址、现任房东、前任房东的联系电话，为什么他们要搬家，什么时候要入住，是否和您要求的时间一致，多少人入住等等都要问清楚。
收到申请表后，您就可以先做第一步筛选，把不合适的人去掉，留下合适的人去看房，以免浪费双方的时间。看房的时候又是一次筛选，比如租客是否准时，如果迟到了是否提前打招呼，进门的时候是否询问要不要脱掉鞋子，是怎么来的，开车来的，坐公共交通工具来的，如果开车来的，车是否刚进。从这些小细节，您可以大概判断这个人的素质。我有好几次碰到迟到又不打招呼的租客，马上我就把他从名单上去掉了。因为这期时间有限，只能讲个大概，以后会另开一期分享哪些租客是要特别留心、特别不能租的。小伙伴们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及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以免错过重要信息。上面讲完了第3招，接下来要讲的第4招至关重要，几乎可以说是重中之重。身边看到太多的实例，是因为没有操作这一步，让自己深陷坏租客的麻烦中。这一招也就是您要做正式的信用及背景调查。上面说的都是根据您自己的判断去调查，仅仅那样还是不够的。现在这一步您是要付费，有些人会让潜在的租客付费，去正式的信用调查网页做更真实、更详细的调查。因为时间有限，我就不分享操作步骤了。想要得到这部分信息的小伙伴们，可以邮件我们索取。我们的邮件地址是 mingandalex@gmail.com。在邮件中说明您要的内容，我们会尽快给您发详细的申请步骤及费用等。很多人不想付费，省掉这一步，殊不知省小钱带来了大头疼。我身边2个实例，就是因为没有做到这一步，最后损失了更多的钱，耗了更多的精力，得不偿失。下几期我们会分享他们的经历的实例。只有做了这一步，您才能看到他们更详细的情况，比如是否有犯罪记录，信用情况如何，是否有别的坏债务等等。网页也会给潜在的租客一个综合的评分，您可以根据所有这些资料做一个最后的决定。好了，讲完第4招，现在让我们分享最后一招，也就是潜在租客是否有被告的记录。前面的那些调查基本完成了90%的任务，最后这一步前面是查不到的，也是很关键的一步，那就是您要通过当地的房管局查询潜在租客是否被前房东告过，如果有告过，原因是什么？只有做完了这一步，整个筛选才是完整的、放心的。因为时间有限，我们不分享详细的操作了。如前面所说，我们可以邮件大家邮件我们来索取这一部分资料，邮箱地址前面也有给了大家。小伙伴们听到这里是否觉得很复杂，很多步骤？没办法，宁愿前期辛苦点，扎扎实实做好基础工作，也不要贪方便，一时心急把坏租客放进来。因为一旦坏租客住进来了，可是一个持久战，不是您想驱逐就驱逐的。别忘了加拿大这边的租房法律主要是保护租客的，以后我们会分享更多租务法的信息，小伙伴们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。希望看到这里的小伙伴们能动动小手给我们点个赞，您的支持对我们意义非凡。好了，这期就分享到这里了，下周5再见咯，拜。